在神话之中，一个伟大的神明需要有合适自己的神器，才能够随心所欲地掌控自己强大的力量。因此，在各个神话之中，神器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。甚至在某些时刻，神器就象征着神明。一个神拥有着趁手的神器，才能够发挥自己本身的力量。像中国的小说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学到归来，没有趁手的兵器，于是到东海龙王那里去借兵器，最终得到了如意金箍棒。金箍棒原是太上老君冶炼的神铁，两头有2个金箍，中间是一段乌铁，挨着金箍刻有一行字：如意金箍棒13500斤。而孙悟空得到金箍棒之后，更是如虎添翼，以致后来众神都难以降服于他，最后不得不请来如来佛祖施法镇压。而在北欧神话中，最为出名的神器必然是奥丁的永恒之枪、弗雷的胜利之剑与雷神的雷神之锤。在以前的北欧神话中，我们也详细的说过这3件神器。永恒之枪基本的属性是投出必然命中目标，而胜利之剑基本的属性就是增加使用者的胜利几率，而雷神之锤更是雷神必不可少的武器。在神话传说中，雷神之锤曾经被巨人索列姆偷走过，巨人索列姆爱上了弗雷的妹妹华纳神族的女神弗雷亚，并提出归还雷神之锤的条件是把女神弗雷亚嫁给他。在雷神托尔一筹莫展之际，洛基想出了一条妙计。洛基让托尔穿上裙子，假扮成弗雷亚，作为新娘的样子接近巨人索列姆。这时的托尔成为了北欧神话中第1位女装大佬。婚礼上，索列姆殷勤地接待新娘。当他看到新娘在宴席上居然吃了8条桂鱼、1头母牛，不禁大吃一惊。洛基这时急忙解释道，弗雷亚是为了见到自己心爱的未婚夫，兴奋的8天没有吃东西，所以胃口才如此之大。虽然巨人索列姆对新娘粗鲁的行为感到惊讶，但因为有洛基在一旁机警的解释，随之也就释怀了。于是索列姆再无疑心，命令部下拿出神锤来，放在新娘的膝上。锤一放好，托尔就立刻脱去伪装，抢过神锤，杀死了索列姆。雷神托尔为了自己的神器，竟然甘愿伪装成新娘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，雷神之锤对于他的重要性了。日本神话中的3大神器分别是天丛云剑、8尺琼勾玉和8指镜。第一个天丛云剑是须佐之男斩杀8岐大蛇之后，在8岐大蛇的尾部找到的神剑，连须佐之男的石握剑都没有他的锋利。第二个8尺琼勾玉是日本神话中信玉与护身符一样的存在，在动漫中也经常看到8尺琼勾玉的身影。而8指镜则更是能召唤出太阳的神器。当年天照大神因为闹脾气躲在天岩户中，众神就用8指镜才引出了天照大神，从而使世界恢复了有太阳的状态。这3个神器丢丢在以前日本神话第4期已经详细讲解过了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好了，说了这么一大圈废话，弹幕里肯定有同学说我跑题了，那么咱们言归正传，说一说埃及的神器。其实丢丢一开始是通过《游戏王》这部动漫理解到的埃及神器。在动漫《游戏王》中有7件千年神器，分别是千年积木、千年秤、千年钥匙、千年智慧轮、千年锡杖、千年首饰和千年眼。而作者高桥和希在创作时也是借鉴了埃及的神话中的神器。第一个千年积木，千年积木的原型是埃及金字塔的本本石。本本石是埃及金字塔的最尖端，是一块刻录着神圣文书的石头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本石一般是陨石制作而成的，这也象征着埃及人对于宇宙的崇拜。第二个千年秤，千年秤的原型是最后审判中用到的天平，是阿努比斯诚心仪式的重要道具，象征着绝对的公平与审判。第三个千年钥匙，千年钥匙的原型是古埃及的安卡。在古埃及神话之中，几乎每个神都会拿着一个类似于十字架一样的东西。其实这个神器要比十字架早了很多年。在埃及神话中，安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存在，它象征着生命与活力，但安卡的功能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确定下来。考古人员在大量失忆的古埃及文献中并没有找到明显的提及，有的考古学家甚至认为安卡是象征着女性的子宫，拥有着强大的能量。安卡作为古代埃及每个神必备的神器，可以说是埃及神话的重要标志。在游戏王的卡牌里，死者苏生就是用安卡作为图案的。第4件千年智慧轮，千年智慧轮的原型是阿顿神的标志。
阿顿神是太阳神拉的另外一个身份，象征着拉神在宇宙创造时、召唤万物时所运用到的智慧与能力。第5件千年锡杖，千年锡杖的原型是埃及法老王的权杖。在埃及第1任法老王冥神欧西里斯的手里有着2个权杖，一个是弯钩一样的，这是早期牧羊人用来驱赶羊群用的，象征着主人的权力与地位；而另一柄带有连锤的权杖，象征着鞭子与刑罚，代表着神惩罚人类的权利。第6件千年首饰，千年首饰的原型也是古代的护身符，千年首饰上的眼睛则象征着赫鲁斯的全知之眼。第7件千年眼，千年眼的原型就更不用说了，作者高桥和希直接借鉴了赫鲁斯被赛特挖掉眼睛的那段故事，千年眼也象征着赫鲁斯的真实之眼。其实说到这里，看起来埃及神话的神器并没有那么厉害，基本上都是辅助型的装备，而不是战斗型的装备。其实的确是这样的，游戏王中的7件千年神器在埃及神话中基本上都是护身符之类的存在，战斗上并不是特别的强，而下面的这几个神器就有着非常强的战斗力。第1件是智慧之神托特的智慧之书，智慧神托特最为主要的任务是记载创世以来世间所有一切的知识，而这本智慧之书就记载了宇宙中的众多秘密，甚至记录了除了拉神以外其余众神本来的名字。无论是谁，只要拥有了这本书，就可以随意操控世间的力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任何一个神知道这本书藏在哪里，所以除了智慧神托特之外，没有人见过这本智慧之书。第2件是伊西斯所拥有的安可，在伊西斯强大的魔法力量之下，这个安可可以将死去的人复活，至少伊西斯成功的复活了已经被分尸的欧西里斯。第3件是眼镜圣蛇，丢丢在埃及神话第3期里说过一条咬了太阳神拉的蛇，魔法女神伊西斯就是用这条蛇伤害了太阳神拉，然后得到了拉神的名字。可以说这条蛇是整个埃及神话中的 BUG， 通过这个漏洞可以得到宇宙的本源，可以说这条蛇是非常厉害的神器了。第4件真理之羽，这根鸵鸟的羽毛由智慧之神的妻子正义与秩序女神马特所拥有，羽毛上刻有马特真正的名字，可以说是女神的本命神器。在太阳神拉创造世界的时候，马特就被创造出来了。当正义与秩序女神马特诞生之时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有了秩序。可以说马特是最为古老的神奇之一，创世之后的马特女神就一直待在冥界。当最后的审判时，马特女神会一分为2，站在天平的2侧，所以最后的审判大厅又被称为2件事实大厅。最后一件要介绍的神器是七魔蝎。看过《木乃伊归来》的这部电影的同学应该知道，这个电影中有个魔蝎手镯，只要佩戴魔蝎手镯，召唤魔蝎大帝，打败魔蝎大帝，就可以控制冥界的阿努比斯军队。其实这里的魔蝎手镯并不是埃及的神器，而是这部电影剧情所需要的原创，而故事的来源是埃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。在埃及神话中有一个神器是7只魔蝎，这7魔蝎的拥有者是蝎子女神塞勒凯特。当年魔法女神伊西斯怀孩子逃亡时，蝎子女神塞勒凯特就将7魔蝎送给了伊西斯，而这7只魔蝎也保护着怀孕的伊西斯女神平安地生下了天空神赫鲁斯。可以说7魔蝎是力量极为强大的守护神器。埃及的神话经过1000年岁月的洗礼，留存到现在的资料是非常的少的，这也使得整个古老的文明更加的神秘。好了，